为首之人道：为了这事情的真实性，我们3人也进入了万兽之源中，将整个万兽之源内部都探查了一遍，其中的神火本源的确消失不见了。今日万兽之源也恢复到了正常。神龙宫殿内的所有神兽之人一听，显然有些难以置信，那神火本源的力量多么可怕，他们可是都知晓，就连神龙大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难道真的给那人类小子给解决了？看来这3个月内，虽然我们不知道万兽之源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已经确认，其中神火本源的消失，应该就是那人类小子所为，不然的话，那其中的神火本源不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神龙的神色表现得极为的平静，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语气也是平淡无比。虽然神龙这么说，可也有不少神兽强者不太愿意去相信，就连大神斩都半信半疑道：那人类小子不是在3个月前被神火给吞噬进万兽之源后，并没有了任何的动静吗？为何现在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说他真的成功了？这3个月的时间，难道是他收服了神火本源，真正做到了帮他们的神龙族隐患给除掉了？我想极有可能是如此，毕竟神火不可能会自己离开，而且那神法封印都没有被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火本源已经被那人类小子收服了。此刻神龙也不得不相信，消除了万兽之源的这个隐患，一定是萧炎。看来他已经成功了。不过虽然已经成功解决了万兽之源的这个巨大隐患，同时也让萧炎获得了神火的本源，他的实力也必定得到了提升，或许已经突破到了第1序列神。神龙想到这里，越发觉得萧炎这小子拥有极强的天赋，并且还真的能够收服神火本源。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些连神龙族的这位神龙大人都不敢相信的事情，萧炎却真真实实的做到。而就在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一道强大的气息立马弥漫至神龙宫殿中。感受到这股气息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这边过来时，每一位神兽强者都是凝神贯注的将目光一同看向神龙宫殿的大门处。而下一刻，一道令所有神兽之人都极为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而这熟悉身影之人，正是从万兽之源中出来的萧炎。萧炎的目光开始扫荡这座宫殿内的所有人，不过在他扫视了一会儿后，发现并没有祖龙族之人在场。当即将目光看向最前方的神龙，问道：祖龙族的那些人怎么不在？原来是萧炎小友，在3个月前你被神火吞噬其中，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们也派人进入探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你的踪迹，以为你已经陨落在了其中。当时祖龙族的大神斩和3神斩在你被神火吞噬后的1个月的时间，他们依旧不放弃，开始想方设法的要找到你。可是经过一系列的搜查，依旧没有你的消息。不过他们等了很久很久后，都没有找到你的任何踪迹，他们就先暂时回去了，说如果万一有什么消息，就让我们立即告诉他们。刚刚我们还在讨论，今日一早我们体内的血脉力量正在逐渐的提升，是不是因为萧炎小友收服了神火本源，才导致我们神龙族上下所有神兽之人的血脉都得到了提升？神龙见萧炎出现，立马将刚刚那平淡的脸庞转变成和善的微笑，开始解释着这3个月他们做的事情。听到这些神龙族之人并没有会祖龙族出手，萧炎那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道：原来如此。在萧炎调整了一下心态后，开始回答神龙刚刚所问的一些问题。的确，你们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被我成功收服了，我也以为，但是被神火吞噬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要完蛋了，结果我命大，坚持了下来。这3个月的时间里，与神火本源抵抗，整个身体差点都被焚烧殆尽。不过好在最后的付出都还算是值得。闻言，不仅是神龙有些吃惊，下方的所有神龙族众、神兽之人更是露出不敢置信之色，也不知道萧炎用了什么手段，将这影响了他们数百万年之久的神火本源给彻底的收服了，并且也将万兽之源的隐患彻底的解决。萧炎小友，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叫你来解决万兽之源之事，绝对没有错。这次非常感谢萧炎小友的出手。神龙坐在龙椅上大笑起来，对于萧炎的手段，他真觉得此子身上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仅仅只是一位序列神就能够承受得住来自神火本源的焚烧，就算换作是他这等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都无法做到这般，更不能将其收服。神龙大人不客气，我这次帮助你解决了万兽之源的隐患，也只是因为我们达成了共识，双方都有利益，只是各求所需罢了。你们这道神渊之火，我也不客气的收下。我希望之前你们所答应我们的话能够去实现。萧炎语气之中也是透着一些霸气，如果是其他序列神这般说话的话，早已经被神龙给一指击杀。但是说这话的是萧炎，那么神龙自然也不会选择出手击杀萧炎。神龙看着萧炎此子，他的内心中已然有了打算，不过他并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依旧微笑道：是你解决了我们万兽之源的隐患，获得神源之火也是应该的。还有萧炎小友放心，我们之前说出的话自然是真真实实造福万兽神界的生灵，其实也是这些3大神兽族都要做的事情。不过刚刚我从萧炎小友身上感知，你的实力应该已经突破第1序列神了吧？被对方这么一说，萧炎也是感到有些吃惊，自己已经将气息收敛如此之深，结果还是被眼前的神龙给发现了。不过也想一想，
对方乃是一名货真价实的4重天位神，能够发现萧炎的实力境界，自然是轻轻松松。所以只要自己实力足够强大，任何事情都无法被隐瞒。想到这里，萧炎对天位神的神境领域更是有了极其强烈的渴望。没想到还是被神龙大人知道了。我这次炼化了神渊之火后，使得自身的实力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不过也谢谢神龙给我们这次一起合作的机会，才得以使我的实力有了提升。萧炎并没有因为实力提升一个小境界就得意忘形，更是以谦卑的语气回答对方。萧炎这般谦逊的态度，直接让神龙感到不可思议。比起他们这般年纪，萧炎也才100岁而已，而他们已经有数百万岁了。你这样的人类强者，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对神火本源的炼化吸收，真是让我都大开眼界。你身上是否有什么秘密？神龙大笑一声，夸赞着萧炎。但是萧炎知晓，眼前这位神龙所说的话语中有试探自己的意思。运气好罢了，既然我这边已经解决了万兽之源的隐患，那么我就先不做久留，告辞。萧炎也是笑了笑，并没有将焚诀空间的事情说出来。毕竟焚诀功法乃是萧炎变强路上最重要的功法。如今自己踏入神之路后，焚诀功法对自己的作用发挥得越大，而且如果按照正常炼化神火，萧炎则是需要3年的时间，而在焚诀空间里可大大缩短数十倍。好，萧炎小友慢走，我就不相送了。神龙对着萧炎微笑了一下，拱手道，也并未留下萧炎。萧炎也拱手示意了一下，转头便是看向神龙族之外的方向，对着神龙族的大门处暴掠而去。那速度快若闪电，比起之前更加的迅猛。第1序列神的实力比起第2序列神实在是强大了许多许多，这也难怪为什么当年的圣神和先天神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踏足这第1序列神。这一刻，萧炎也感受到了第1序列神真正的力量。比起之前自己利用焚神形态后拥有堪比第1序列神的力量，比起现在自己突破进入第1序列神，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现在的第1序列神力量是属于自己本身。神龙族的一众神兽强者带着萧炎离开后，那神龙的脸色突然一变，原本和善的脸上被一股阴森的笑容所代替。神火本源终于解决了，我族的万兽之源也恢复到了正常，要不了多久，我族上下所有的族人实力也都会大幅上涨。原本还以为这人类小子已经被神火本源所吞噬，只是没想到他如此强大，不仅吸收炼化了神火本源，还以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对神火的吸收以及实力上的突破。恐怕萧炎这一番操作，就连神龙自己都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此时此刻，对于萧炎的惊艳表现，越发的感到兴趣与好奇。这人类小子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按理说，神火本源想要吞噬，至少都要几年的时间，这他只用了3个月。在这之中，肯定是他们不知道也无法想到的东西存在。神龙大人，万兽之源的事情已经彻底解除，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说话的是神龙族的大神斩，他是除了神龙之下最强的神奇强者，实力更是达到了半步4重天位神。听得大神斩的问话，神龙的表情更是阴沉无比，仿佛在他的内心之中已然有了打算。按照此前我说的去进行。神龙大人的意思是大举入侵祖龙族，现在祖龙族有了那人类小子，而且还有着猪龙剑，恐怕想要入侵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大神斩也是一位深思熟虑之人，所以当神龙有这方面的想法时，便是将所有阻碍他的因素全部排查出来。那人类小子虽然很强，可是在我面前还是太弱了，我只要稍微认真点，他就会被我直接碾压，而且以他的第1序列神实力，还无法足以将猪龙剑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也就是如此，务必抓住这一次的机会，直接入侵祖龙族。神龙极其自信地分析道，或许在他的眼里，目前的萧炎还成不了什么气候。这一次惊人的表现，的确让他也大吃一惊，可是也仅仅只是吃惊，想要让神龙惧怕萧炎，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么今晚我就行动。大神斩的语气也是变得低沉了一些，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祖龙族彻底的在万兽神界抹除。不是今晚，待我准备数十日的时间，毕竟万兽之源刚刚恢复，先稳固一些时日，让族人的血脉力量先提升起来，再率领神龙族所有的族人，再对祖龙族发起大举的进攻。这样子的话，我们铲除祖龙族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到时候将祖龙族一网打尽后，去夺回此前被他们从万兽之地所获得的万兽之心。众神兽强者闻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如今万兽之源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再将万兽之心夺取回来的话，那么他们的实力以及整个神龙族的底蕴将会突破前所未有的高度。到时候，族中一些神兽强者遇到境界上的瓶颈，有了万兽之心与万兽之源的融合，那么他们就会有机会突破瓶颈，达到更强的神境领域，也将会彻底的改变神龙族的气运。神龙大人万岁！下方所有神兽强者开始为他们这位神龙大人开始欢呼雀跃，仿佛已经到了那一天一般。持续了片刻之后，这座宫殿内的欢呼声再次沉静了下来。这也是神龙自己的计划，他要的就是先让萧炎班他们解决万兽之源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算获得万兽之心，也无法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只要我们从祖龙族那里夺取万兽之心，待得与万兽之源的真正融合后，不仅对我，同时对你们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当然，我也会选择闭关，
进入万兽之源中，选择最直接的方式去吸收炼化其中的强大能量。有了万兽之心的加持，万兽之源的兽心本源将会能够让我拥有突破那个境界的桎梏。待我出关之时，必定已是成功突破，成为五重天卫神。听到五重天卫神的时候，下方的所有神兽强者都是身躯一颤，因为一旦突破成为五重天卫神，那么他们的神龙族将会挤入成为超神势力的行列。而且五重天卫神乃是一个分水岭，只有成为五重天卫神的话，才算得上超级神奇。不过想要成为超级神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虽然说目前的神龙已经处及五重天卫神的门槛，可是想要去突破，就需要更多的神之资源。而万兽之心就是神龙目前唯一让其可以突破五重天卫神的资格。况且成为超神势力后，神龙族所对接到的神之资源将会更多，传闻也能够进入第一等级世界之首的诸神万界。而诸神万界中的神之资源，皆是以超神势力为代表，并且五重天卫神在那个诸神万界中都属于中等水平，所以那里固然神之资源更加的丰富无比，可是同样的，只要你的实力不够强，都会被更强大的超级神器给淘汰。当然，这些每一位神器都是知晓，这一步也是他们必须要走的神之路过程。除非不想要变强大，一旦想要变得更强，对接更强的神之资源都是必备的，不然神力修为根本无法提升。不过神龙族如果真的成为超神势力，也不会马上前往诸神万界，去那里创建自己的势力区域，毕竟自己乃是神兽，主要的生存还是依赖于诞生自己的神界。一旦出去的话，也是凶多吉少，目前也只能让统一万兽神界才是神龙族首次的目的。只有这样，他们神龙族的底蕴才会变得更加强大，碾压所有神兽族，并且一旦突破五重天卫神，那么届时神龙将会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存在。而且只要达到了五重天卫神，还有机会感应万兽神界的苍穹榜。如果一旦将苍穹榜召唤出来，最后被苍穹榜认可，那么就会获得来自整个万兽神界的无限能量。到时候恐怕就再也没有神兽强者可以阻止神龙独大，就算是圣龙，恐怕也得乖乖的被压制。先不说会不会感应到万兽神界的苍穹榜，就算没有利用苍穹榜的力量突破五重天卫神的神龙，也都能够直接碾压圣龙。如今神龙一直没有出手，也是考虑到圣龙的强大。不过一旦神龙打破目前的平衡，那么万兽神界将会失衡，所有神兽族都无法逃脱神龙族的压制，到时候要么归顺于神龙族，那么就是被灭族，仅有这两个选择。而神龙的真正目还不是如此，它的真正目的乃是感应万兽神界的苍穹榜，获得苍穹榜的认可，到时候神龙就彻底的成为万兽神界中最强的神龙，会被无数神兽膜拜恭敬。因为一旦被苍穹榜认可，神龙就是万兽神界最强龙神。龙神一旦诞生，整个万兽神界的所有资源以及气运都会往他身上靠拢，因为龙神是万兽神界之主，只要一个意念，他就能够做到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从万兽神界的这一边，下一秒就出现到了另一边，这些只有是龙神的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另一边，在萧炎离开神龙族的几日后，祖龙族内的气氛更是达到了一个沸腾点，因为他们都见到了3个月前前往神龙族帮其解决万兽之源的萧炎。原本还以为萧炎被那神火给吞噬了，结果在出现的那一刻，直接让祖龙族上下彻底的热闹起来。前不久，祖龙族的大神斩以及3神斩在神龙族那边待了1个月，都没有探查到萧炎的任何消息，还以为萧炎就真的被神火吞噬陨落。这段时间，祖龙族上下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沸腾的气氛，如今终于破了那种沉静感。此时此刻，整个祖龙族都自然欢快的沸腾着，而萧炎的回归也让得所有神兽之人开心不已，立马就通知了神斩。很快，3位神斩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了萧炎的眼前。后者们看到萧炎的身影，确定没有任何的伤势后，才面带笑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此次我们真的以为你陨落其中了。当时我们都已经尽力去探查，可是万兽之源内部根本就没有你的身影。回来时也与神龙族那些人沟通过，只要有你的消息，就立即通知我。没想到消息还没到，人先到了，哈哈。”见到萧炎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是放下心来，毕竟被神火吞噬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想要从中死里逃生几乎是微乎其微。现在这样的奇迹又在萧炎的身上出现了，祖龙族的几位神斩更是对萧炎有着一种刮目相看之色。萧炎，你的天赋让我们都感到自愧不如，真的让我们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在被神火吞噬后还能够将其安然无恙，不愧是天命之子。此时大神斩、2神斩和3神斩开始夸赞着萧炎不同寻常的天赋。虽然他们的实力比起萧炎强大很多很多，可是萧炎身上的这种变态天赋是他们都极为羡慕的存在。如果给萧炎一段时间成长起来，日后达到与他们这些高度时，将会是连他们都无可匹敌的存在。萧炎的强大对于祖龙族来说无疑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之前他也被祖龙的残魂看中，传授了祖龙血脉的传承，也算是祖龙族半个人了。几位神斩想到这里时，他们的脑海中渐渐地萌生出一种想法，然后3位神斩对视一眼，
但是并没有将现在的想法给说出来，或者说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与萧炎对话间，大神斩的神色微微一变，因为他感觉到萧炎现在的气息比起3个月前的更为强大许多。刚刚光顾着萧炎的出现而激动，并没有发现萧炎的气息变化，而就在刚刚大神斩才发现萧炎的强大气息，便忍不住地问道：萧炎，你的气息好像变得更强大了。闻言，萧炎也是如实回答道：在这3个月里，我炼化了神火本源，使自己突破到了第1序列神。此话一出，顿时间让原本沸腾热闹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他们完全难以置信和不敢去相信的事情，那就是萧炎在被神火吞噬后，反过来神火本源竟是被萧炎给吞噬吸收了，反而使得自己还实力大增。更为重要的是，仅仅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对神火本源的全部炼化。如此可怕的速度，怕是任谁都不敢想象吧。神什么？你吞噬了神火本源？几位神斩都差点没有忍住，更何况是祖龙族的其他神兽之人。3个月就彻底炼化了神火本源？不少神兽强者都震惊之色。如果是他们的话，在被神火吞噬的瞬间，恐怕就已经凶多吉少了，更不要说吞噬炼化神火的本源。这样的事情，如今放眼整个万兽神界，也唯有萧炎一人能够做到，也只有他能够做到，因为他身上有焚诀功法。如果没有这套功法的话，就算是萧炎天赋再强大，也无法做到3个月内将神火本源炼化。此子太强大了，难怪连祖龙血脉都传承了，而且就连上古圣主都将自身的所有神器都授予了他。不少人在震惊之时，脸色也是露出羡慕之色，称赞连连。既然我能够收服炼化祖龙族的神火本源，那么我自然也是能够炼化神龙族的神火本源。萧炎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让很多祖龙族之人都开始破防。他们都知道，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是连祖龙族的大神斩以及神龙族的神龙都无法将其制服的可怕存在。如今这2大神兽族的神火本源皆是被萧炎吸收，并且其实力也是从第3序列神突破到了第1序列神，如此提升的速度堪称是绝世般的存在。不过祖龙族也是为萧炎的出现感到开心和发自内心的激动，因为只要萧炎还活着，他们祖龙族就不会受到其他神兽族的入侵。毕竟此前萧炎就利用朱龙剑的力量逼退了穷奇一族，震慑了其他神兽族，也从而导致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一入侵祖龙族，那么入侵者将会全军覆没。萧炎自己都觉得这提升的速度也的确够快，但是他需要变强，还要变得更强。他要踏足神之路的尽头，所以他必须比别人要不一样，特别是修炼速度更是比别人出色。我现在这般实力，都是大家给予帮助我，才能够让我达到此高度。萧炎谦卑的一笑，他从来不会忘记谁帮助过他的人，所以暗自决定，只要自己足够强大，也将会帮助过他的所有贵人。不少祖龙族的神兽都为萧炎这般谦卑姿态感到十分震惊。如果是换做别人的话，早就高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甚至都会迷失方向，而萧炎却不会，这就是萧炎所修之道。对了，大神斩万兽之源和万兽之源融合的怎么样了？萧炎问道。毕竟星元融合必须不能出现一点的差错，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了。目前一切顺利，并没有出现异常，还有9个月的时间，他们之间的能量将会彻底的融合，到时候我们祖龙族上下所有的族人都会受到来自万兽之源的强大能量，增强自身的血脉力量。大神长回答道，他也每天都在注视着万兽之源的融合状态，因为虽说目前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想要完美融合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要时时刻刻派人去盯紧，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将会第一时间解决星元融合的问题。听到大神斩说星元融合目前没有多大的问题后，萧炎也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虽然他不算是祖龙族之人，可是对祖龙族的事情，萧炎还是非常上心的。曾经自己可是答应过祖龙的心愿，自己也必须去守护祖龙族。萧炎，晚上我们安排了晚宴，祝贺你归来。大神斩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微笑道：或许他知道，如今萧炎已经成为了祖龙族的核心，并且此子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吸收炼化神火本源，就足以证明他的天赋不凡。如果能够让萧炎成为祖龙族的正式一员，也是他们目前首要目的。好，我会准时参加。萧炎也是笑着答应道。不知何时，他与祖龙族之人的气氛相处的也是相当的融洽，仿佛自己就是祖龙族之人一般。也就在萧炎与祖龙族之人开始庆祝狂欢前，在第1等级世界的诸神万界的某一处，神奇联盟。前一段时间，灵动与沐尘一同前往了无量神界。在某一日，他们二人狼狈地从无量神界回来，在神奇联盟的士兵发现时，他们二人的气息极其的微弱，如果再晚一步救治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不过好在他们的神奇方舟锁定的目的是五欲天，而五欲天神君也是极其看好灵动沐尘二人，也就是有了这一层关系，神奇联盟内的不少御天中的神使都不敢欺负灵动和沐尘。所以当他们二人乘坐方舟驶进五欲天后，就是第一时间被人发现。再看清楚他们二人那时候全身是伤时，便是立马请来五欲天内的最好的炼药师，为他们炼制一枚疗伤丹药。
然而灵动和牧尘也是非常的庆幸，在五欲天神君那等庞大的资源下，灵动和牧尘的伤势也渐渐的恢复了正常。也就是这一次，灵动和牧尘二人正式成为了五欲天的神使。虽然实力没有比其他御天的神使要强，可是他们的权力则是比起六御天以及七御天等更高。在神器联盟中，实力已经不是绝对，而权力在有些时候比实力更加好使。之所以他们这一次前往无量神界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是因为他们在一处原始山中发现了光明祖符以及第7座原始法身。正当他们极其兴奋的时候，那原始山中竟然有一名天位神的残魂。在那激烈的对碰下，灵动牧尘完全是不敌对方。不过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二人便是将五欲天神君赠予他们的神秘锦囊取出来，爆发出了惊人的破坏力，直接击杀了那道残魂的天位神。同时他们的伤势也是极其的严重无比。在最后一口气的争分夺秒下，他们强忍着爬上了神奇方舟。在方舟叠加的形势下，他们来到了神奇联盟的五欲天。这一场寻找光明祖符以及第7座原始法身中，他们也是有惊无险，双双成功的被五欲天神君那庞大的资源救治。